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很壮观啊？我相机已经最长了啊，这就是马哈寺，整个马哈寺，大家可以有空来参观一下啊，整个素可泰王朝的故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小胖啊。这个你知道我们今天干的什么？昨天不是打包没吃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今天到 Seven 去买了这些东西，让他帮我一起热一热。阿妮，OK 拜。哎，好，一起热。哎，我多聪明，昨天打包了那个猪手，对吧？昨天没吃完，真没吃完。然后因为这里没有微波炉嘛，那想个办法，7-11我就买个饭，买个饭以后就再帮我热一下。学着了。昨天我们打包的猪手跟香肠都没吃完，他帮我热一下。就他服务还蛮好的，是知道我这个他说这个不能热，有毒。他说这个不是他们 7-11标准的，就是给我装到上面那个白色的罐子。哎，这个蛮好的。他说这个一次性餐盒不能热，他说跟我们这个类似于7出品的这个罐子啊不一样，我们这个是可以微波炉热的，而那个不可以微波炉热。啊，他再给我香肠放进去的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我感觉比昨天的还香。你别说，7这个服务还行啊。我们又来洗衣服了啊，然后洗衣服将刚才这个7热一下，就坐在这里吃饭。你看，把2件事情啊都干掉。然后这个多少？一边吃饭。你别说啊，这个7-11的这个微波炉太强大了。这个冷的香肠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它竟然40秒就可以了。它微波炉功率真的好大，而且这个昨天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德国猪肘，我觉得比昨天更好吃。今天好像微波炉微过以后啊，更糯了啊！我们先这样。我们洗完衣服，我们就去素可泰啊。这个素可泰的历史公园，这个要开1个多小时的路，我给大家去逛一逛啊。这个素可泰本来呢，我想在素可泰住一晚上，但是后来考虑到那个地方真的对那个历史不是很感兴趣。但是你说到了附近吧，还不去拍一拍，又显得蛮过分的啊。所以我们先去逛一逛。好，我们停完车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素可泰公园。这个公园其实也蛮有名的，这个我们刚好。找这个电瓶车，2个人150住1个小时。哦，它还有中文的，那这个中文的就不错啊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种就行了，这种老爷车，哎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阿里呢？scan OK 吗？然后他还要买门票，买门票是100铢1个人，啊，就在这里买门票，就在他的那个边上。好，这个还是要买门票的啊，这个。泰国驾照也没法用，看不看？啊 ，Only Cash 啊，大家看仔细啊，这里是不能扫码付款的。不过搞半天，这个车是自己开啊，这个是自己开。我在想是他给我开的，搞了半天自己开啊。我们到前面这个地方要给门票，哎呦我的天啊！我一边开一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大概了解一下，素可泰呢是古暹罗的，应该是第1个王朝，在13世纪啊，它大概有200年的这个历史，它是应该是属于古暹罗第1个朝代，就类似应该是我们的秦朝吧，这个夏商周不算啊，应该就是秦朝，它应该算一个统一的一个朝代，叫素可泰王朝。但你别说啊，这个素可泰历史公园啊，有没有点像吴哥窟？大家去过吴哥窟的可以发现，哎，它真的蛮像的。跟吴哥窟基本一模一样，就基本上各种佛、各种残垣断壁。我们现在在公园的最里面啊，一路开车进来，里面你别说啊，这个整个生态都还蛮不错的。这个它就是整一个地图啊，从这里进来，我们现在这样绕，可以绕一圈，这是它原来的一个古的一个建筑。到了里面，其实游客很少，几乎就没有人，很安静。然后这个地方。鸟语花香吧，只能这么说，但花是少了一点啊，这个鸟语还是有的，花香嘛就没了。再给大家讲一下地图啊，这半边也要收费，这半边也要收费。它分西区、中区跟北区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会沿着这个地方开，这个地方开就是中区，那白色的地方就是免费的。我建议大家还是一样跟我租个车吧，对吧？你骑自行车这个是要命的。
我们就走到这个里面来看看啊，这是里面最大的一个建筑群。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素可泰王朝。这个素可泰王朝呢是13世纪的一个王朝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那么整个素可泰呢，为什么会衰败？这个其实可以讲讲，因为素可泰王朝啊，它基本上靠的是农业和手工来进行一个产业支柱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。然后呢，农业大家知道，这个就是看天吃饭了。这个如果说天气好或怎么样，那么你说今年收成还可以，那还不错。那如果说碰到自然灾害的话，那老百姓就颗粒无收了，对吧？那么再加上呢，素可泰王朝当时比较封闭，然后呢，它的前就几任的这个国王啊，这个都还不错。那么到了后面以后，慢慢管理啊、贸易啊各种方面出问题了以后啊，那就会导致它整个边上的附属国就慢慢全都独立了，然后也没人跟他做贸易了。因为像附属国嘛，那么肯定也是很简单的，有利可图的时候，那跟你混在一起；那没有利的时候，他就偏向于外面了。然后一直到过了200年以后呢，另外一个王朝叫阿育陀耶王朝，就是我们俗称这个大臣府啊，就是阿育陀耶。然后他那个王朝，直接就把素可泰王朝给灭了啊。整个素可泰王朝其实也非常短，也就200多年历史。那么关于大臣的历史，我是觉得什么时候到大臣府我们再讲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就讲素可泰，那么这第一个王朝，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王朝，这个阿育陀耶王朝。那回头这个到大臣来给大家说吧。这就是它的一个建筑。那整个泰国不管你是哪个王朝，好像都是信佛的，好像就没有不信佛的王朝。哎，它这组建筑4个面的佛像是一样的吗？哦，好像不一样，穿着不一样，但姿势是一样的，面部表情好像也差不多，我看不出来到底是同一个还是2个不同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小胖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叫马哈寺，对吧？就整个一个素可泰的一个历史公园里面最大的一座寺庙，就这个马哈寺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佛像。那具体的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如果对素可泰王朝感兴趣的，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来一下，然后再去百度一下相关历史，因为这种历史啊，已经很多东西无法考证了，无非就是到这里来啊。对于小胖来说，就是到这里来就是一个感受一下，对吧？那毕竟自己来过了，然后呢，看一下原来的一个建筑，对吧？我毕竟也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啊，这个没有这个知识底蕴给你讲这些东西。那回头去了大城的时候，还是那句话，去大城，我邀请一个对泰国历史懂一点的人给大家讲讲这个大城的历史。那么素可泰王朝它比较短暂，那么就大家过来看一眼就行了。那的确它的建筑还是比较壮观的，因为吴哥窟我去过嘛，甚至我想去一下马丘比丘。马丘比丘的话，从山上俯瞰整个古都城还是蛮好看的啊。那这里站在里面呢，现在对我的感受就是站在里面，我觉得还是很壮观。哦，哎，还真蛮壮观的。这就是马哈寺里面，每一颗柱子都是历史，感觉不错。哎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不是很壮观？啊，我相机已经最长了啊。这就是马哈寺，整个马哈寺，大家可以有空来参观一下啊，整个素可泰王朝的故事。啊，这里实在是太热了，这每一根柱子啊，这当年你想想看，这当年都是有房顶有啥的。这个多少年啊？13世纪到现在21世纪，这个700、8个世纪，800多年前。啊，它这个朝代就200年。哦，还有一只黑色鸟。左半边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，叫西沙瓦寺。然后我们现在绕过去，西沙瓦寺，它原来就是个寺庙，但现在只有中间那个建筑。这整个西沙瓦寺，整个素可泰它历史街区、历史这个遗迹，这个其实不大，但是它里面全是寺庙，走几步就是一个寺庙，走几步一个寺庙，可见啊，这个泰国人是多幸福啊！它整个都城里面全部造的是寺庙，对吧？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北京的故宫也不可能每一个地方啊，也对，每个地方都是个殿，对吧？什么太和殿啊，什么殿啊，什么殿，估计就他们这个寺庙是大概同一个东西吧。每个寺庙都干它不同的活嘛。这边就整个素可泰公园的一个最中心啊，也是它风景最漂亮的。它四面啊被湖包围着，
它中间这一圈反正就是被湖包围着，然后呢，也有一个建筑群，然后但是这个建筑群呢，它是泰文的名字，我没看懂，它没有中文的标注，所以我不知道中间这个建筑群，就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建筑群叫什么。这个雕像呢就叫栏杆亨王，这名字比较多啊，栏杆亨。然后他是呢素可泰王朝的第3代的国王，也就是类似于怎么说呢，这个应该是最有功绩的一位吧，类似于我们清朝的这种康熙啊、乾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啊。然后主要的话都是在他的统治下，人民得到了安居乐业，也是他从西兰啊，就是斯里兰卡引进了小乘佛教。而对抗原来啊在泰国的叫婆罗门和大乘佛教。原来泰国在这个素可泰王朝之前啊，原来是信大乘佛教的，是他引了小乘佛教啊，也是他多次派特使前访中国，跟中国的元朝建立了啊。他那个时候中国是元朝，是成吉思汗的那个年代，忽必烈。好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！我建议大家，要不就早上早点来，要不就是等到3点多天也热。这个地方4点钟关门了啊。这个小胖建议，反正看个历史的过来。如果说大家对历史不感兴趣，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逛也罢。然后我们就一路返回来，然后。